今天我们要开始带大家来安装 DBAber，并用 DBAber 连接 MySQL 的资料库。DBAber 是什么？它是一个资料库的管理工具，它可以让我们很简单的用图形化的界面查看资料库、资料表、栏位，也可以直接执行 SQL 的指令。后面我们将会使用 DBAber 来操作 MySQL。以确认资料是否能正确的写入资料库。那首先，我们先来安装 DBAber。第一件事情，打开我们的浏览器，然后在 Google 的浏览器上面，我们输入 DBAber。这时候我们就看到的 Google 会第一个秀出来就是 DBAber 的官网，它的网址是 https://dbaber.io。那在我们下载 DBAber 的时候，讲师会建议尽量使用官网的地方下载，避免下载到不安全的档案或者下载到不安全的版本。当我们点进 DBAber 官网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是一个福利的 Open Source 的 Database 的管理工具，因为它是一个开源的工具，但是它本身有提供 Pro 版，也就是专业版。那专业版跟 Community 的版本差异是，专业版必须付费。那我们点进它页面上的这个 download 的连接，就会进入下载的页面。因为我们要安装的是 Windows X86 的版本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 download.exe 这个 button。当我们按下去之后，在我们的右上角就会发现 DBAber 正在进行下载。这个档案不大，只有111 MB。那下载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电脑上的下载这个页签，找到我们的 DBAber，双击两下开始进行安装。第一个出现了，它会问你说你要选择哪一个语言，我们就直接选择中文，或者是你喜欢的各式的语言版本，如英文、德文、中文简体、日本语、韩语都可以，我们就选择中文繁体，然后按 OK。这是一个 DBAber 的欢迎画面，我们在这边就直接选择下一步。再来，这边是 DBAber 的授权协议，我们也是选择下一步。然后这边是选择安装时的 user， 我们可以把这个 DBAber 安装成这个电脑每个人都可以使用，或者是只有针对我自己。我们点选下一步。再来就是选择你要安装 DBAber Community 的版本，这边就包含了很多的设定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只要用预设值即可。我们一样点击下一步，然后再来选择的是，它会把 DBAber 安装到我们电脑上的哪个路径，我们也是使用预设值。然后再来是选择你要安装把 DBAber 安装到你电脑的开始功能表的哪个资料夹，我们是让它自己产生自己专属的资料夹。然后点击安装，它就会开始最后进行安装。在安装时，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显示细节，看它所有的安装步骤。因为它这个档案不大，所以它其实安装速度非常非常的快。然后在这边，我们要允许 DBA 变更我们的装置，我们就选择是。最后这个画面就是 DBAber 已经安装完成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Create Desktop Shortcut 的 box 把它打勾，这样它就会帮我们把 DBAber 的这个捷径安装到我们电脑的桌面，最后按完成即可。这时我们回到我们的桌面，在我们的桌面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边有个 DBAber 的图示，然后点击两下，它就会开启 DBAber。我们会发现我们安装的是 DBAber 的 Community 的版本，也就是所谓的社区版。那社区版就是一个免付费的版本。
在 DBA 的这个版本上面，其实我们可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连接到我们本地端的MySQL server、MySQL server。假如你的 server 已经是在执行中的话，我们第一个办法就可以点这个左上角的这个新建连接，点进去之后选择你需要的资料库，例如 MariaDB、MySQL、Oracle 的 DB、Postgres、MS SQL，就 Microsoft 的 SQL Server、SQLite，因为它支援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库系统，那我们就选择 MySQL。点击进来之后，我们选择我们的 server 的位置，因为我现在的 MySQL server 是执行在本地端它的 port 是3306 port。那 database 刚开始你可以选择不用选，若你知道你自己本身的 database 也可以直接在这边打进去。那第一次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不用打，只要在这边的 authentication 这边打入你的使用者账号密码即可。然后点击左下方的测试连线，它就会开始去做连接的部分。因为它在侦测到你的连接的这个 MySQL server 之后，它需要下载它的 driver， 因为它跟你讲说 MySQL 的 driver 的档案是 missing 的，就是没有的。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按 download， 它就自动帮我们下载那个 MySQL 的 driver。假如你发现你得到一个 public key retrieval is not allowed， 这是代表因为在 DBA 连接 MySQL 的时候，它需要有一些设定。那这个地方若出现刚刚的错误，我们可以点击 Advanced 这边，后面还有一个 Driver 的 Property， 然后在 Driver Property 这边选择这一个 Allow Public Key Retrieval， 它这边预设是 False， 你把它改成 True 就好，就可以把刚刚的那个错误解决掉，然后重新测试连线。这是他就跟你讲说，他已经完全可以100%连接到你的 MySQL 的版本，然后按 OK， 按 Finish。这时候在我们的左上角，我们就会发现它已经跟我们本地端的 MySQL server 连接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边，就可以看到在这台 MySQL server 下面的所有的资料库。因为我们有一个资料库叫 Demo Underline DB， 那我们点击进去。那点击进去之后，假如你点2下的话，在这个资料库上面点2下，它就会进入这整个资料库的一些配置，包含 property，例如它的预设字元集预设排序规则等等。那在这边，假如我们要建立一个资料库的资料表的话，其实也非常简单哦。我们可以在这边按建立，然后选择表格。例如，我们先建一个表格叫使用者好了，叫 users。然后建立完之后，这个就是表格的名称。这边开始进行，我们去建立它的每个栏位就资料表的每个栏位。例如，我们建立 ID， 然后资料形式，我们预设把它设成 int， 我们先把它设成就是数字的 int 就好了。然后跟他讲，因为我们把这个栏位设成 primary key， 所以我们把它预设为不为空值，而且它是自动递增。那这样子在音色的时候，它就自己会从1、2、3、4一直往上递增。那把这边的 unique 打勾，这边设 primary key， 然后按 OK，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再新增下一个栏位，譬如说我们把它设定成名字，我把它设定成20好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再多加一个栏位叫年龄 age，age 我们一样把它设定成是数字，或者是 integer 整数，我们可以把它设定成 int 就好了，所以把它设定成数字。OK， 那这个整个建立完之后，要记得按左下角这个 save， 它才会把这个资料表我帮你 create。然后当你按 save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会把这个资料表它当初 create 的这个 SQL 的指令全部印出来，那我们就可以按这边按执行，它就正确把这个资料表给建立起来。
那资料表建立起来之后，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双击这个资料表，在资料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查看。那我们也可以使用一般的 SQL 的指令就按这个 SQL 编辑器去开启一个 SQL 脚本，或者去 new 一个新的 SQL 脚本。那我们去 new 一个新的 SQL 脚本，然后我们插入一些资料。然后点击这个执行，它就会把这个资料插入我们的 SQL 资料表，我们再插入另外一笔。把这个整个框起来，避免它重复插到上面的那一笔，然后选择执行 SQL 指令。这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user 这个表格，然后在资料的这边，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资料是空值，我们可以直接按这个 refresh， 就会发现它插入了2笔的值。那在这边我们已经确认整个资料库可以建立，也可以插入资料库的 table 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确认整个 DBAber 跟 MySQL 连接是100%完成的。那在资料库在插进之后，相对上你也可以在这个 SQL 的 editor 里面，我们可以去执行我们刚刚插入所有的表格的资料。这个就会发现说，我们刚刚插了2笔资料在这边。那看到这边就代表说，我们整个 DBAber 的设定跟我们的资料库100%是连接起来的。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教各位如何透过 DBAber 跟 MySQL 资料库做全部连接的方式。